都說虎毒不食子，而他只因家庭矛盾就滅了兒子一家滿門，甚至連2個年幼孫子都沒放過。到底是什麼矛盾讓這位父親做出這等泯滅人性的行為？父親名叫朱敬嗣，時年51歲，被他殺害的兒子叫朱根，已經結婚並育有2個兒子。朱根還有個大哥叫朱偉，為人老實憨厚。朱敬嗣辛苦大半輩子，在安徽省鳳台縣朱馬鎮街面上蓋了2棟房子。2個兒子結婚時，他分給2人1人1套房子。分給大兒朱偉的房子是舊房，二兒朱根則更新一些，自己與老伴則是跟二兒朱根住在一起。然而朱根对父親的家產分配並不滿意，說父親偏心，偏向大哥。那麼為何分到新房子的朱根會認為父親偏心呢？原來在財產分配之後，朱根不知從哪聽來的，大哥的房子地段較好，所以房子增值很快，與他相比，這個市值相差數十倍。而事實也的確如此，所以因為這事兒，朱根怨恨起父親來，回到家裡直接跟父親朱敬嗣吵了一架，甚至對朱敬嗣大打出手，把朱敬嗣的牙都打掉了。有一次甚至把父親的頭都打腫。当时你和朱根之间產生矛盾的時候，朱根對你是有什麼樣的舉動和言語？給我牙打掉了，頭桌子現在俺也多腫，頭打的就那個壞紅樣，腫的都多高。我到上一張吃2個多月的那個鈉，吃2個多月的頭孢都不管用，疼就少不了。或許是因為看見丈夫不尊重父親，又或許也覺得朱敬嗣偏心，兒媳陳靜也對朱敬嗣沒個好臉色，跟朱敬嗣說起話來總以老子自稱。你和朱根之間曾經發生過衝突，那麼和他的妻子陳靜之間有沒有發生過？有，他這個陳靜，我他爸開車的時候，他講你。你都有想法，俺沒想法。我說陳靜，你可別這樣講了，你才結過婚，你媽來花10多萬塊錢，10多萬塊錢，這可是農村人有多少錢啊？人都有想法，俺沒想法。我說那你要有想法了，老天又不長眼了，那怎麼的呢？俺家做飯你不吃肉魚啥都現成的，你不吃來人了，给的你不吃，你上外頭买着吃啊？老子高興，老子有钱想怎麼吃怎麼吃。因為經常產生家庭矛盾，最後鬧到村委會那裡。在村幹部的調解下，最終商定朱敬嗣再給二子朱根4個小園地，大哥朱偉補償朱根6萬塊錢，以此來撫平兒子朱根的不滿。而實際上這6萬塊錢是朱敬嗣給的。這件事最終還是被朱根知道了，對父親更加不滿。你不是說不偏向大哥嗎？為什麼要替他給錢呢？經過這一次調解，本以為能把矛盾消除，卻沒想到矛盾升級了。此後的日子裡，二子朱根不停地找茬毆打朱敬嗣，而兒媳陳靜則在一旁煽風點火。大哥的房子漲價，他們就以此為由跟朱敬嗣要錢，鬧事耍無賴。他就是一個人的找原因要錢，你擺的房子漲價了不漲，連陳靜講那房子漲價了，那房子想不漲，那漲價了俺們還得按漲價漲，那漲價交的不照算，他就讓你耍賴，你叫誰沒辦法。他就是一個人的耍賴。朱敬嗣50多歲的老漢，哪裡能扛得住年輕力壯的朱根經常性的毆打呢？所以朱敬嗣只能帶着妻子遠走他鄉，到張家港打工。朱敬嗣辛辛苦苦攢下錢給兒子蓋了2棟房子，沒想到最後自己卻被趕出家門，想想就覺得心酸。他對二子朱根的恨也是與日俱增。到張家港打工那幾年，朱敬嗣知道自己與兒子朱根的矛盾無法調和，根本就不敢回家。那幾年他只回過家3次，第一次是偷摸回去的，沒讓朱根看見；第2次是朱敬嗣堂哥死的時候，結果回到家被朱根碰見了，朱根回家拿把大刀就要來砍他。朱經理死的時候，我那堂兄弟死的時候，我大哥死的時候，他见了我面前穿着裤头子，後來回家换了穿一大袍的腰的别大刀，都喊着趕快叫朱敬嗣趕快跑，他说他孩子去看那去了。每年春節別人都能回家過個好年，而他卻有家不能回，一進家門就被兒子拿刀追着砍，想替死去的父母掃掃墓上上墳都辦不到，想回家看看孩子跟親戚朋友吃頓年夜飯也成了奢望。想到這一點，朱敬嗣不止一次在深夜落淚。人家過年都敢回家過個年，欢年喜的過個年，他只要讓我回家過個年看看孩子，
他我情愿我就想买鞋，我情愿贴了几个，我心里都心甘情愿。我回家里给我父亲上上坟，给我妈上上坟，跟我大哥讲讲话。我实在不想家，我想家，我想家想的我都想的成夜我都哭的冲冲。我一整天我不是讲，我今年都50多岁了。我大嫂子对我也好，我哥对我也好。这我想家，他进家他就拿刀砍我，进家他就拿刀砍我。他对兒子朱根的恨也到達了極點。於是，在2013年3月春節之後，朱敬嗣決定要與兒子做個了斷。他偷偷回到鳳台縣，提前準備了剪刀、斧頭、鋼棍和鎖。3月11日半夜凌晨2點30分，朱敬嗣用竹梯爬到兒子朱根家中。對房子熟悉的他，很快找到了兒子的臥室，毫不猶豫地把睡夢中的兒子殺害。期間，兒媳陳靜被驚醒，陳靜奮起反抗，雙手死死掐住朱敬嗣的脖子，但很快他就被摔倒在地。朱敬嗣用尖刀將他捅死。隨後，在房間的2個孩子也沒能逃過朱敬嗣的魔爪，被殘忍殺害，一個3歲，一個年僅1歲。事情辦完後，朱敬嗣在現場留下一封遺書，然後本想自我了斷，卻沒有勇氣，最終逃離了事故現場。41小時後，朱敬嗣在安徽省利辛縣被警方抓獲。朱敬嗣對兒子兒媳確實恨到了極點，所以做出瘋狂的舉動。可是他跟2個孫兒無冤無仇，為何也要痛下殺手呢？在後來的庭審現場中，朱敬嗣也交代了真相。你為什麼要殺害你2條孫子呢？他們對你沒有任何的威脅呀。思想到都沒往那個想，只想保護，我就幫他保護你。我兩孩子不管你，我說你兩孩子有那啥，我現在就是這樣想。你在回答公訴人向你詢問的時候，你曾經講過，當時你沒想到要殺你的小孫子。哦，是的，是的。是不是這樣的？是的。那後來怎麼動手的呢？就當時腦子一片空白，就是這樣，就是想。他們又不會在現場，又不會反抗，又不會抓捕你。你以前在公安機關曾經向偵查人員講過這樣一句話，你講你準備把他父母殺掉，然後這2個孩子沒有人養，長大也要變壞，所以你決意把他們4個人一塊殺掉。這話你有沒有講過啊？講過。你講這話的時候，是不是你心裡的真實的想法啊？是。按說，就算覺得父親在財產分配上不公平，也不至於見面就拿刀砍父親。朱根對朱敬嗣的怨恨，難道僅僅因為財產嗎？是否還有別的原因呢？在後來的供詞中，我們得知朱根屬於超生兒，從小就被寄養在外婆家。從小朱根便經常跟外婆說父親不疼他，總是偏向大哥。直到6歲，朱根被遷回父母身邊，所以從小朱根就非常缺乏父愛，而他對父親的偏見早已萌芽。經過上述，朱敬嗣的行為可以說是泯滅人性，而被害人朱根也正是把父親逼上絕路的罪魁禍首。那麼法院又該如何判決呢？2013年6月27日，法院對朱敬嗣一案作出了宣判，犯罪嫌疑人朱敬嗣造成朱根一家4口死亡，作案手段極其殘忍，對社會造成惡劣影響，判處死刑。這樣的判決在我們的意料之中，當然在網上關於誰是誰非卻有頗多爭議。有人認為是兒子朱根的過錯才導致後面的悲劇，為何成家之後還老是向父親伸手要錢呢？要不到錢還對父親施行暴行。也有人認為是朱敬嗣的教導無方，才導致兒子朱根後面的一系列行為。畢竟古人云，養不教，父之過。而且對兒子的暴行，為何做父親的唯一想到的辦法就是用了斷一切來解決問題？對於我們來說，這起案件帶來更多的是人性的思考。那麼您又是怎麼看的呢？歡迎說說您的看法。本期視頻就到這裡，我們下期再見。